你相信死者的魂魄会停留在坟墓旁边吗？故事开始之前，记得帮去年的 News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是真实的案例，有一个盗墓的集团偷遍大大小小的墓，他们不仅撬开这些墓，还把里面珍贵的珠宝首饰都偷走。更可恶的是，他们还掀开棺木，让尸骨曝晒，对亡者非常不尊重。不过俗话说，恶人自有天来收，不知道是不是亡魂在看着，要给这些人一些教训。除了同伙接连离婚、遇到车祸、家人过世之外，2个主要成员还离奇的暴毙死亡，而且死状格外诡异。到底发生了什么？盗墓搜刮金银财宝这种发死人财的行为，历朝历代都有人甘冒风险去干。这里说了风险，不是犯法被抓，而是冥冥中的诅咒报应。自古以来，不管是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只要是盗墓者都没有好下场。根据传说呢，轻者可能生病、官司缠身，甚至于精神疾病在自己身上；重者呢，发生意外惨死，甚至于整个家族被诅咒的故事都非常的多。大案了，死这么多人啊！这些日本兵怎么都死在这儿了？盗墓的下场有这么可怕吗？在台湾发生了真实案例，或许能参考一二。清明节刚扫完墓，坟墓却又被挖得乱七八糟。警方带着嫌犯重回现场，只要发现土丘有松动过，就要求嫌犯指认。2010年底，吴姓男子为首的盗墓集团接连在彰化二水、社头等地盗挖17座坟墓，还掀开棺材让尸骨曝晒，行径嚣张恶劣。陈姓嫌犯和其他3名同伙专门开棺偷金饰，偷完陪葬品，就连先人的墓碑也不放过。这个墓碑断了好几块，嫌犯制造捡骨后空坟的假象。按照民间习俗，捡骨后会打掉原墓碑再重建。嫌犯为了掩饰罪行，故意砸碎墓碑，让一般人误以为是丧家替先人捡骨，忽略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仿佛老天爷都看在眼里。我那边死，我阿媽死，我看你阿媽當時，我從埋講好佢舊嘅，我阿媽後禮拜都出山啦。盜墓後厄運連連，不是在開玩笑。據說陳姓嫌犯在審理期間，還曾向法官講了一段往事，讓他永生難忘。有一次，也是這個集團又到了一個墳墓，然後這個姓吳的跟姓陳的2個共犯一起，然後這個姓陳的剛好要走進去這個墓穴的時候。這個姓吳的突然大喊：“跟着我，跟着我！”這樣子，然後姓陳的一回頭，他自己笑一下就是說你跑那麼快幹什麼啊你？金飾還沒得手就先被嚇跑，吳姓嫌犯到底看到了什麼？他也不以為意，繼續要走進這個墓穴裡面的時候，突然間看見墓碑前面竟然有一個女人長頭髮，而且面無血色，然後蹲在那裡，而且身穿着白色的這個衣服啊，他嚇了一大跳，然後趕緊奔跑然後就往山下一直跑，終於追上這個姓吳的這個共犯。那個姓吳的回頭跟他講說：“剛才我跟你大喊你還罵我說看到鬼啊，話要大聲要創啥呢？我們真的是看到了鬼啊！”莫非夜路走多了，真的會遇到鬼？看到了鬼以後，好像被下了詛咒一樣，一連串的厄運連連不斷啊！你回去，常常為了莫名其妙的小事，也跟跟自己的太太原配吵得不可開交，一天到晚鬧，一天到晚吵，後來終於離婚了。然後有一天，這個姓吳的這個嫌犯，然後騎着摩托車，騎着出去沒多久。馬上就遇到車禍，然後重傷了。車禍、離婚都還不算什麼，更恐怖的厄運接踵而來。後來警方循線，很快的就逮捕到這個盜墓的集團，然後把他們一夥全部都逮捕了。法院還沒開始審理的時候，這個姓吳的這個嫌犯竟然莫名其妙的暴斃身亡。連他同伙一個共犯姓黃的也莫名其妙的暴斃，也身亡了。破壞他的風水地理的靈氣的話，他絕對會遭受很難講的這個報應。
而且这个报应大部分都是关于死亡的部分。什么东西？盗墓者会有死亡报应吗？这样的诅咒恐怕不是空穴来风。15号上午8点多，有民众到保家里公墓打扫母亲的坟墓，却发现一旁墓地被挖了一个坑洞，还有一个人倒卧在里面。2019年6月，彰化发生男子猝死在公墓的事件，死状还格外离奇，整个人头下脚上以倒栽葱的方式倒在这一个深度约莫90公分的坑洞里。头低脚高的姿态，然后在洞穴里面，所以只有双脚外露在外面。由于死状太过诡异，没有任何外伤，加上警方在现场发现一个装有铁锹等工具的黑色包包，合理怀疑他是盗墓贼，死在自己挖的洞里。我们中国人相信入土为安，那你本身去把它墓盗起来的时候，它怨气就越重。那你盗越多的时候，怨气累积越多，所以对你的本身影响就会越来越严重。而类似的盗墓奇闻不止发生在台湾，大陆更比比皆是。大陆河南有5名村民到村子外的一处古墓挖宝，结果其中3个人突然昏倒，吓得另外2个人逃跑自首，最后昏倒的2个人死亡，死因是窒息。它本来墓园里面本来就会有一些湿气或者沼泽，甚至于在古代人他们避免去有人盗墓，所以可能会放一些陷阱跟东西，所以你自己本身进去的时候，不管是能量或者是负能量，甚至于里面会产生的所谓的沼气，你长期去接触这些东西，本来就很容易中毒。翻开大墓，必须在地宫墓室的东南角点上一支蜡烛，方可开棺摸金。相传自古以来，盗墓有个不成文规定，开棺之前必须先点一根蜡烛。如果无风的墓穴里蜡烛突然熄灭，那就代表着鬼吹灯，也就是说墓室的主人不允许任何人拿走陪葬的奇珍异宝，不听劝的人就会被墓室主人留下来陪伴。就算侥幸逃离墓穴，诅咒也会跟着盗墓者到天涯海角。有一个姓朱的这个盗墓者，他活动的范围都在哪里？杭州一带啊。然后他每次有一个习惯，要盗墓前他先卜卦，看看说，这个关内墓有没有丰富的这个金银财宝或者是一些罕见的宝贝啊然后每次都这样做。有一次莫名其妙，在夜晚睡觉的时候，竟然梦到岳飞了这个岳王爷竟然在他梦里面。岳王爷指着他破口大骂你一天到晚骚扰这些亡灵，让这些亡灵不得安宁你如果再不悔改我一定要杀死你他醒来以后吓一大跳，觉得岳王爷可能对我有所惩罚，还是动怒了这难道是鬼神共愤吗？屡劝不听的下场又是什么？他就收敛了一阵子，然后这样过了一阵子，差不多1年以后，他手又开始痒了。他这一次又在这个杭州的西湖旁边，又物色了一个看起来里面应该这个关内墓应该蛮丰硕的然后就在那里开始着手这个盗墓，结果好不容易把这个墓穴挖开以后，才发现原来是一口石棺哇，这个石棺大到不行，而且重到根本连推也推不动。不要说整个石棺，就连把这个盖子棺材的盖子要推开都很困难了。他突然想起说，我有一个朋友在当和尚他是神鬼都不怕，而且力大无穷，应该可以拿一些钱给他，叫他来帮忙到这个墓里。结果就把这个和尚的朋友找来这个墓穴，结果这个和尚一到这个墓穴已经挖开了，才进去没几分钟而已，马上就暴毙在这个墓穴里面了。又是盗墓者暴毙，这次还是个和尚，难道出家人为非作歹罪加一等吗？那么教唆了主谋又当如何？这个和尚本来他住席的这个庙宇里面的其他和尚知道以后，马上就告官了说这个姓朱的人然后伙同我这个和尚
然后把这个和尚害死在这个墓穴里面那里。这个朱某某被逮捕以后，竟然没多久就在这个监狱里面都还没判刑就已经上吊身亡。所以说这个盗墓的听起来全部都是现世报。提醒大家哦，盗墓除了非常不尊重亡者，更是违法的行为，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那你认为盗墓者之所以会暴毙死亡，是因果轮回吗？真的有现世报这件事吗？去年的 news， 我是 Cindy 吕。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也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或追踪我的粉丝团，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哦。我们下次见，拜拜。